我国对美国两家军火商开出了158亿美元的罚单之后，这两家公司不但拒绝缴纳罚金，反而变本加厉给台湾出售了300枚导弹。那么这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我是虎妞。在上月中旬，我国对美国参与对台军售的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两家军火公司开出了高达158亿美元的罚单。如果在15天的时间内，这两家公司没有将罚金缴纳完毕的话，那我国就会采取更严重的措施对付他们，直到这两家公司交出罚款为止。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家军火商不但选择拒绝缴纳罚款，反而再次加大了对台军售，来了个190亿新台币订单，将会给台军提供200枚 A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100 AGM-88B 反辐射导弹，挑衅意味十分明显，摆明了就是对付解放军的。事实上，对于这笔158亿美元的罚单，这两家公司到底会不会交，早在上月就有了答案。虽说被开出罚单的是这两家美国军火商公司，但是这两家军火商给台当局提供武器可都是美国的意思。既然被罚款了，自然是得美国政府来缴纳这笔罚款。但在开出罚单后，美国政府就表示，我国对美国这两家军火商开出的罚单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任何的意义。这表明了就是美国不会缴纳这笔罚款，这两家军火商更加不可能交。而我国对这两家军火商开出罚单，也是为了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让美国看看再继续对台军售的下场。结果美国不但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的在158亿美元的罚款缴纳期限快到期之时，再次给台当局提供了190亿新台币的武器。而面对美国的这种挑衅，我国国防部也发出了警告，称解放军始终严阵以待。就拿本次美国出售给台当局的 A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来说，这款导弹是从07年布什政府出售给台当局 AM120C5 之后首次出售的中程空空导弹，同时也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之一。可不像之前给台当局出售一些破烂骗钱，这次出售的可都是些好宝贝。而 AGM-88B 反辐射导弹也是美军首次向台当局出售的反辐射导弹，可以对150公里之外的雷达防空系统进行打击，是美军现役的主力武器装备。从美军提供的这两款武器来看，射程都超过了150公里。虽然解放军有着歼20，再搭配上霹雳15空空导弹，射程要远超台军的 F-16V 加这些导弹，但考虑到台岛距离大陆最近仅有130公里，台空军有了这款导弹后，已经能对解放军造成有效杀伤了。特别是还有着反辐射导弹这种专门对付防空导弹的武器。不过有了这200加100枚导弹之后的台军，是能对解放军造成一定的杀伤的，但这个打击效果可能不怎么明显。毕竟200枚空空导弹光数量说不定都不如歼20，现在的歼20都已经换装了9个旅了，200架的数量已经8九不离十了，等个几年300架也不是问题。美军给的这几枚导弹，解放军完全吃得下，但这也算是打破了之前双方的默契，不给台当局提供远程杀伤武器。所以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在接下来将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应对这种行为。除了在军事上针对台岛的演练更加实战化、常态化之外，对美国的制裁将会更进一步。之前只是禁止雷神和洛马两家公司在我国的业务往来，可能这两家公司在我国的业务往来并不多，金额还不够罚款，所以美国方面就选择赖账。但接下来我国采取的措施，这两家公司可能就承担不起了。我国完全可以采取稀土断供的方式来制裁美国。有人可能想说，虽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但不代表其他国家就没稀土了。虽然现代武器的制造离不开稀土，
但美国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家的稀土。但要注意的是，我国不仅是在稀土出口是全球第一，在稀土加工冶炼技术上也是第一。目前全世界只有我国有着完整的稀土加工产业链，一旦断供，美国从其他国家买的稀土还得从我国这儿加工。更何况之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战机发动机问题可是全球皆知，在停掉这款战机的生产之后，想要寻找到能代替掉发动机中中国材料的供应商，结果找了1个月都没找到，最后不得不再次开工，继续使用中国提供的发动机原材料。试想，我国停止了这款材料的供应，那洛马公司想要重新找到其他供应商可就难了。即便找到供应商了，进行磨合试验又得一段时间。就按照停工1年计算，以 F-35的产量，1年就少赚了近400亿美元了。孰轻孰重，美国应该是掂量得清的。别到时候玩脱了不好收场了，那就麻烦了。